来，今天咱们玩点啥？苍湾哥12大战的赛马脑，小白蛇机娘，看盒子还是非常大的一箱。天哪，又是一个大工程。说明书挺老厚的一本，一张细节的转印贴，收藏的人物卡，还有一张宣传页。12生肖、12星座、7号日，这啥意思？中外日都有了。咱们先来看一下板件的细节吧。注塑的这个工艺还可以啊，肉色的零件，颜色也挺正的。但是，还有更深一点的，这意思是能换身黑皮儿呗？还真是啊，黑皮白皮各有一套，在拼装过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搭配。板件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看来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毕竟有那么长的一根尾巴。那么咱们准备开工，来看看最终完成的效果。你可以得到2个玩具，一个小姐姐，外加一条大蛇。那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比较枯燥的，因为每一节的蛇身都需要单独拼装，这个工作的重复度会很高，所以拼起来会感觉有一些枯燥。再加上这一套的用料材质啊，是属于那种手感偏硬的，尤其在这些关节处理上边，在拼装的过程中，因为太硬了，所以有一些插扣的位置会感觉特别的生涩，你得大力金刚指把它压进去啊，所以这个拼装的体验其实对手指头非常的不友好。但最终完成效果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条很帅的大蛇，每一个活动的关节都是非常灵活的，所以随便可以扭姿势，而且中间黑白相间夹杂着一些金色的零件，看起来会非常的高级。蓝色透明特效件可以由自己的喜好搭配拼插，而且目前来说是一个速组的状态，并没有上水贴啊，这个透出来的这种感觉已经还看着不错了。眼睛这个地方的刻画，嘴巴可以打开，还能张到很大的幅度，嘴里边还有一个主泡，像是一种眼镜蛇的味道吧。这一块炸开的地方里边还有2个涡轮的风扇，所以质感方面看着还不错啊。而蛇身上的处理效果，它不是每一个零件都是相同的型号啊。说明书里边特别标注了拼装的顺序以及每个零件不同的型号，所以你在拼装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说明书的指示来，不然的话就会出现粗粗细细的感觉，它是一节比一节细，慢慢的过渡过来的一种感觉。而这条大蛇全部延展开在52公分左右，也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尺寸。当然，作为机娘，这款大蛇还有它不同的玩法。我们首先顺着这个位置把蛇头摘下来，然后再顺着前方球形关节位置把这一节脱开，换一个方向，掏出来另外拼装的这一节零件，把这里套进去，就可以拼出来这样的一个小僚机、无人机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当头啊，后边这里是喷射的引擎，然后这里是垂直起降的螺旋桨。但说明书里是这样的刻画。另外一个模式是把蛇头这4片都炸开，这根部里边都是球形关节，把它炸散掉，然后通过根部的球装，等于是从这头换了一个方向，这样插上去。也是让这面当头，但我总觉得很怪啊，应该是带有摄像头的这个冲前吧。后边的这里可以作为引擎的喷射。当然，说明书没有画的呢，你还可以把这3节啊一起连起来，串联变成这个大的无人机。小姐姐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白蛇妹子配雨伞，这个算是一个很经典的搭配了。但是呢，这个伞盖很大，用了这些分色来处理一些细节的刻画，所以呢，零件越多了的话，就变得很重，手腕和手肘的关节是不足以支撑的，所以你得搭在这个发饰的旁边才能把它架得住。整个雨伞的刻画是非常漂亮的，上面金色的鼓，还有这里有一个蛇的剪影，日月。其实还是挺有意境的。伞的下方这里搭配了很多金色的穗儿，看起来点缀效果还是挺漂亮的。前方这里有一个白色的耷拉下来的长一点的，就感觉不是很吉利的样子。这就让我想起来，我听说日韩这边结婚的时候好像走的是咱们那套出殡的风俗礼仪啊，就是结婚的时候送花圈，然后都穿着披麻戴孝的那个意思啊。就感觉好像他们在古代的时候学中华文化的时候，
学了一点儿，但是不多，只看到了那个形式，但是没弄清楚是干啥的，就学过去了。哎，这里边插个题外话，为什么日本人在传统礼仪中是需要跪坐的？他们就一直跟这么跪着，就导致了现在很多日本的，尤其女孩子啊，遗传下来的这个风俗习惯啊，他们的腿都会变成罗圈腿，就是因为跪的时间太久了，骨骼变形了呀。其实我们中国古代也是实行跪坐的，但是我们屁股底下有个小凳子啊，是把屁股垫在这里，下边有个小角，然后夹在双腿之间，这样你不会累，你的力量全部是压在凳子上支撑，而不是让你的膝盖和小腿去支撑的。但是就那个东西，好像日本人拿回去做了盛食物的餐盘，所以这就是个事儿。你说咱老祖宗都传给了他们些啥？你到现在成了文化了还。 시민들에게 큰 도움을 줄 것으로 보입니다. 다음 뉴스를 들으시. 话头扯远了，我们再聊回来这个大伞，伞杆的下方这里还是有一个像做成那种丝带结的一个穗儿，而且呢，这个伞也是暗藏玄机，可以当武器使。我们整个把这个东西拿下去，上方这里再插一个透明的枪头，哎，就变成了武器，这个看着就还不错了。另外还有一把很中式的宝剑作为武器。 金色的剑柄下边这个穗儿跟那是同款的，剑刃的部分呢，其实还是可以替换的，你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看小姐姐的本体。首先头雕的部分，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吧，头发丝儿的这种刻画，并不会觉得特别的肉。后边盘的这个发型也是相当讲究的，里边插着2个金钗子，金色的涂装，穗儿耷拉下来，还可以作为支撑那个伞杆的位置，把它架在这里。 嘴里边露出来白色的牙齿，这个地方不是涂装，它是需要你用分件的零件。额外呢还有3枚替换的面雕，这个正常的微笑脸，嘴巴是这里涂装出来的。还有是在全装备形态下戴的这个面罩啊，其实是插在嘴里边的，摘下来了以后就很喜感。说明书的意思呢是让你选择性的替换，但是我个人的选择搭配方式呢是把脖子、胸口中间的这一块，还有 后背中间的这一块换成了深色的，这样就看着像是那种，是吧？然后把肩膀头子和侧乳露出来，哎，就很有感觉了。头部活动的关节范围还不错，点头抬头没有问题。肩膀这个位置可以打开，这一块可以摘掉啊，也是可以换成另外的一个黑色的圈儿。360度旋转，范围不错。 胳膊肘这个阻尼感还挺强的，手腕这里活动没有问题，腰部下方这里球形关节2段来回的活动没有问题，但是胸口下方的这个关节我们拔开看，它里边是一个连杆，根部还有转轴，但就像在拼装的时候说，它这个根部啊，因为太涩了，料子又很硬，所以掰的时候一定不要使大力。 因为这下边不是一个完整的圈套上去的，它是一个 C 型的半圆弧。为了活动的范围嘛，它中间还加了第2段的转轴关节，这个位置一定要小心一些。这套衣服好看在哪儿呢？身上的这些金色零件全部都是分件分的色，你需要拼装完了身体以后，把这些凹槽处全用金色的零件填补起来，哎，这就很好啊。再加上大部分使用了隐藏水口的处理。 所以你剪下来以后，稍微的修一修水口，装上去，这个完整性啦，包括隐藏程度了，都是不错的。胸口下方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中国结，腰部下方这一段并没有左右的活动关节，只能前后的弯折。这一块的甲呢，我感觉贴合的位置不是太好，它可能是为了活动的幅度关系吧。但是你如果说稍微的往后，我们翘一个 S 型的曲线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的缝隙感觉有一点大，贴合起来就会感觉容易穿帮。这儿露着个大缝儿，侧面的金色花纹，包括腿上边、正面这里的，都点缀不错的效果。活动的时候前后侧踢，大腿左右旋转也是隐藏在了丝袜的边缘。膝盖2段关节折叠的幅度还挺大。黑底的白色高跟鞋，这个造型来说还不错吧，但是。 啊，听听，这个关节呀，就是料子太硬了，很生涩。好处就是它这个关节支撑力度特别的强，
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听起来会有嘎吱的声音啊，尤其像这些转轴的关节、脚踝、手腕的地方，捏着点儿，揉着劲儿去转动。后边舌头这里还有一块，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把它摘下来，哎，然后再把这4片卸下来，然后上下换方向给它插一下，插在这4个孔里，就变成了背后蝴蝶状的背包，顺着后边这个洞插进去。那这样插上背包的效果，转一圈看一下，还可以，仙气飘飘的味道。当然，这款作为最关键的玩法呢，还有一个女娲模式。我们需要把这个背包下方这扣子摘掉，换一根更长的。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双腿卸下来，顺着丝袜的根部把它摘掉，然后拆下来僚机中段的部分，把它顺这2个孔套进去，拿出这根大尾巴，球关连接，支架可以插在这个位置上进行固定，前发揪下来，安这个戴口罩的脸，记得先把口罩摘下来，把刘海先放过去，再扣这个，完成效果就是这样了。哎，该说不说，这个女娲形态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这个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伞盖拿下来，当成斗笠给它戴在头上去。其实我个人来说，并不太喜欢那张戴着口罩的战斗面具，这个温柔的面庞会更有那种太太的味道啊，以及胸口这一块分色处理之后，中间的那一块隐隐透出来肉感的黑丝才是最对味儿的。下方粗大的蛇尾，因为有良好的关节可动性存在，所以可以随便的扭一些你想要摆出来的姿势。除此之外，僚机上还可以卸下来这2个零件，里边插着2把小枪，打开折叠一下，通过胯部侧面的扣子把它安在这里。2个小螺旋桨的位置呢，左右拉开，根部是有滑槽的。要我个人来说，还是会选择这样的形象放在柜子里边进行摆放，没有了那种战斗的戾气，更像是温柔甜美的白夫人。哎，或者应该叫许夫人，可能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国外的传说、神话或一些文学作品里边，大部分这种人身蛇尾的形象都是反面的这种妖怪啦、美杜莎这样的角色，而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白娘子、雷峰塔、西湖边游湖借伞这些美丽的传说，包括现在在《白蛇传》基础上衍生出来的2部新的动画电影作品，其实他们都会把蛇这种我们人类刻在 DNA 里边就会产生恐怖危险的生物，以一种浪漫的形式描写出来，增添了更多的人情味进去，写出来伟大的爱情故事。我觉得这种中式浪漫才是最值得让我们产生文化自信的地方。所以这一次藏完阁的赛马岛也是恰逢蛇年推出的这款作品啊，很点题，很应景，再加上这种温柔甜美的大姐姐形象，拼完了确实会让你产生那种爱不释手的感觉。虽然这条巨大的蛇尾拼装过程中避免不了枯燥繁琐的内容，但也正因为如此，让这套赛马脑的机娘玩法更加的丰富。但在一些材质上面也能感受到藏丸哥在做拼装机娘上边经验还是有一些不足。很硬的材质加上非常强的阻尼感，让每一个零件你想要严丝合缝的扣合到位，必须使用大力金刚指。这个在拼装体验上面是非常不友好的，也是希望藏丸哥在后续的产品里边能注意到这一点，把这些材质更换的稍微柔软一些，或者像现在比较成熟的万代啦、寿屋啦这些厂商去学习一下他们的一些材质运用。那么这套赛马脑白蛇机娘就是这样了，大家觉得这款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